于是就只好呢就献丑那个声音丑丑的也唱了几首。那所以呢就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那时候出版的，你们这边买不到除非有人要出版里面有13首，那么有大概5-6首吧，5-6首是旧的，然后几首是新的。那么新的里面呢有几首是我在美国跟欧洲的时候写好的，所以我的同学马上就谱出来。我们是10月底办这个演唱会，然后这个 CD 是10月多出版，我是8月还是9月才写的歌，他都背出来。然后有1-2首呢是在飞机上面写的，然后有1-2首呢是在机场写的，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创作这个歌曲的这个功力也蛮深厚的。哎呀，很开心的讲这些事情就开心了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演奏家，他就是一个古筝的演奏家在北京可能是艺术学院还是什么音乐学院他们读，然后在学位上是硕士的学位，在古筝的演奏这个是一个蛮高的这个学历了然后他就帮我们把这个我跟我的同学合作的佛曲，然后用古筝演奏。那么演奏出这个 CD 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条件，就是一般上我们这种乐器的演奏呢，大概介绍那个歌曲的时候，或者那个曲子的时候，大概只是一些文字的说明，或者是甚至有些只有题目。反正有些题目大家都很熟了，耳熟能详的嘛然后就听他的演奏的技巧。那么他的条件是要把这个歌词放在他的说明里面，就放在那个小册子。他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个音乐呢是他弹的是这个音乐，那么这个音乐是源自这个歌词，所以他弹奏的时候，他要回到这个歌词，然后去理解这个歌词，然后才用他的技巧或者是他的心灵去把这个讯息传达出来所以这个演奏家真的是非常的认真也就是说他传达的讯息呢，不只是自己的这个古筝的技巧，还要传达说你这个曲子里面要传达的是什么内涵。当然音乐呢本来就没有国界，而且音乐本身呢，他的那种欣赏或者是他的那种创作跟展现呢，有他很大的这个领域，很大的空间。我们听了以后，是不是能够回到这个原点，或者是回到这个原来的这个内容？这个是看个人的领会了，也看那个艺术家表演的那个擅长所以他愿意这样子做呢，其实是很不简单所以也顺便介绍。那么你们如果想要的话呢，就看看什么时候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把它带回来我们这个发行网也不广，也只能够在我们的圈子里面，因为现在 CD 越来越不好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网络太方便了所以呢就只能够用这种方式讲了那么多闲话希望不是废话因为还是有一些讯息传达了。不过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到我们的这个题目来，因为呢，如果回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如果你们问我，死了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借用一个禅师的这个回答，因为我还没有死。对，我们还没有死的人怎么知道怎么死呢？但是呢，我们又发现到，其实我们会知道，因为无始生死以来，我们不是流转很多次了吗？轮回又在轮回，可是很奇怪的，我们好像从来没有从我们以往的这个生死轮回里面得到什么好的经验
每一期生命呢，我们都是那么恐惧，那么害怕这死亡的来临，然后呢，就利用各种方法想要逃避，但没有想到说，实际上呢，真的越逃避，我们就越苦恼。你逃避的话，一定苦恼。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身边的人，当他有这个状况出现的时候呢，互动。其实呢，我很少有这个互动，就跟临终的人互动，或者是即将走的人互动。我常常拿到的讯息呢，都是某某人往生了。那现在我们在族群里面呢，常常就会愿某某人安详往生净土。讲这个话的时候，我是心里面有点虚虚的感觉，有点不太踏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愿呢，我们自己本身都有一点点，好像觉得自己不太做得到。那么上次可能有讲过一个故事，就是我的同学就60岁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算是一起庆生嘛。他跳舞很嗨的状态，他倒下去，他就走了。我们那个时候呢，同学我都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反应。我在那边呢，就是一直就看着他倒下来，然后我就有那种担心，说他可能就走了，因为看他的他躺在，刚好我就坐在他前面，因为我们那个一个宴会嘛，那我那一桌是吃素的，别的桌是吃荤的，还有喝酒的。我们的同学都是这一类的同学比较多，吃喝玩乐特别开心。所以我们族群里面现在搞一个吃喝玩乐组，他们到哪里去吃喝玩乐都赶快把它 post 出来，跟同学分享。那我们其中有一些同学赶快退出来，因为他们不愿意吃喝玩乐。那我就跟他们陪他们一起，反正他们有什么讯息我就接受。所以我这群同学一讲到吃喝玩乐特别开心。那么那一次呢，我就刚好在主座嘛，就他倒下去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因为那个时候另外一个同学在唱歌。那么我们知道说唱这种歌，我们这种年纪唱的歌，肯定不会这个时代的歌，多数是那个时代。我们那个时代的歌呢，唱来唱去都是生离死别的。可能我那个同学多少有一点点类似要唱这种歌，那这一个同学呢就倒下来。然后倒下来，我以为他在演戏，真的，我那个时候以为在演戏，我还要站起来，就好像说你不要开玩笑，你搞什么这样子？就看他倒下去，好像大家都变得很认真去了，然后另外一个医生的学长，就是我同学的这个丈夫，马上就跑过去，然后就刚跟他做这个心脏的手术这个。反正你们懂这个名词，我不懂然后又另外一个是那个圣约翰救伤队的这个可能以前是领导，以前是我的下属，但是后来呢，我退出了以后，他们就慢慢做得比我更好了，现在大概职位也很高了。他就在那边也帮忙，2个人帮忙，然后还偶尔给他做这个呼吸。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同学的口微微张开，然后眼睛呢半开半闭，我是感觉这个就是人已经去世的状态，但是那个时候不敢讲，也说不出口来，因为大家都在急救，然后赶快叫这个救伤车来，医院的，拖了蛮久的一段时间。后来这个同学他用他的常识告诉我们，8分钟是黄金时间。过了8分钟就很难了，救活都可能是这植物人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待了10几20分钟。如果他只是晕倒还好，那么晕倒的话呢，他们就想办法弄给他醒嘛。可是呢，我看到他们做这种心脏的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就想说，应该不是晕倒这么简单。其实那个医生呢，他后来我就这个同学送院了，他回来我们同一桌嘛，我就问他，他说其实他倒下来的时候心脏已经停止但是呢记忆这种不管是同
学的情谊，还是见人必须要救的这个责任义务因为他是医生嘛，所以就一定要施救。然后我开始还担心说他会不会因为没有把这个同学救活了，有心理上的一些压力。我就问我这个同学他的太太他太太说没事，因为他们见过这个状况，这个场面也是有的，有过这种经历，所以基本上他们可以承受这种压力。不过呢，同学还是比较靠近的嘛，而且呢，认识算是蛮深的同学，然后每天呢不是每天就见面的话都可以谈笑风生这样子的一些好朋友嘛，那后来这个事情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一些同学觉得好羡慕因为呢，他竟然在100多个同学面前，然后就这样走了，而且在最嗨的状态走了，他在跳舞，所以我们说那个很高潮的时候他就走了。不过实际上我们不了解他真实的情况，那时候他真的是这么高兴吗？走的时候真的这么欢喜吗？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了只能从表面这样子去了解他。然后后来呢第2天，其实我那个时候是很在打气的这个时间里面，我本来是跑不开，因为打气要开市嘛我们那边的开市是7点到8点，那如果我7点到8点开市完了，我再回那个参会的地方要1个多小时去到那边大概大家也准备要回去了嘛所以我就因为那个课程呢比较密集的，我1天讲1堂课，所以我把那个课呢从傍晚的课然后移到中午因为我如果是静气的话，我是1点到2点1堂课，然后7点到8点1堂课。那如果是精进的或者是禅师的话，就讲1堂课所以就是晚上我就把它移到白天，然后晚上我就比较早就过去了。然后他走了怎么办呢？第2天送到殡仪馆那送到殡仪馆呢，我只是听说，因为他有一个这样子，你们大家大概听得出一点点这个意思吧？他有一个太太陪着他，有一个太太，就其中一个太太陪着他当然这个可能比较不正式的原配的话呢，就一般上不陪他那么陪着他，就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如果他走的话，他希望我帮他念经他们马上就打电话，第2天说你能不能来？我说我在上课，我不能每天把这个课移到中午然后下来，而且我也没有做好准备。结果他们说他有讲过这个话，有点像遗言，那我们就只好满足他。所以呢，我就那一天是结束了，课也结束了，然后因为我在这种课程里面呢，晚上应该还要带20分钟的拜佛，最后20分钟是拜佛，就到10点10点呢，我们本来还有一个监想会议，我还要赶他们的进度表。我不知道这些功课有没有做完，但是另外一个学生就说：“师父，你要去，我载你去，大概1个多小时的路程。”说等于是10点多才出发，去到那边快12点了，然后就帮他念个经，念完经以后呢，再回来，差不多是2点。我们那种禅修的课程是3点起床，所以我差不多2点才回到那个禅修的这个禅堂那边去。当然那一天大概我早上没有起来了，因为一路睡到这个吃饭的时间了吧。然后这个过程呢，其实我自己本身倒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冲击的感觉看到他们我也没有特别的那种很强烈。我是觉得我对生死有点迟钝，我不敏感因为我接触这样的人很少。另外一个我接触的呢，就是我的父亲
但是呢，在我父亲真正走的时候呢，我去了，他基本上是已经算是弥留状态了，那么气差不多快没了，然后我也只能够跟一般人的方式跟他讲说，你放心，我们孩子都长大了，每个人都成长了，所以你可以很放心的走了，啊，那么这个阶段呢，其实中间有一些过程，因为它是我们叫食道癌，啊，那么你去做所谓的电疗，那个时候好像不流行化疗，啊，最多是做电疗或者是动手术。那么电疗过后呢，一般上很多人电疗过后头发都会脱。我的父亲不止没有脱头发，他临终就是即使我在那边跟他讲话的时候，才发现他只有几根白头发，他头发还是黑黑的。那我妈妈说，其实他很会照顾身体的，啊，头发这么还是保持就很健康的那个，我的头发就不健康，因为白头发了。我父亲反而没有白头发，那时候他大概60几吧，啊，算也不算长寿，但是还好，肯定不是夭寿，因为过了60呢，在中国人来讲，过了60呢就有资格享受3岁的这个祭润了，对不对？啊，当然他可以享受，我现在不能享受，因为呢我是出家人。中国人呢可以让你享受3岁的祭润呢，是一方面是闰年，啊，然后就60岁，你活到60岁的话，祭的这个闰年加起来应该有3岁。那如果我们中国人的算法呢，华人的算法呢，我们出世就算1岁了嘛。啊，所以你活到60岁去世的话，可以叫60有3，啊，这个有3就是加给你的了，啊。那么，我父亲算是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福报了。那这样子的算法呢，一个呢是我们一定要超过60岁，所以现在有些人写的时候呢，什么多少有多少，40有3，这个很好笑的哦。不符合这个资格的。那另外一个资格呢，就是一定要有子孙，啊，所以我们是不能算的。出家人没有的祭润，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福报，啊，这个是世俗的福报，我们没有。所以你们超过60岁的，都算是在华人的观念里面已经是很好了，因为你可以享受这个福报了，啊，很不错了。所以也可以做好准备了啊。那他在那个过程呢，为什么他在做这个电疗的时候，医生已经说应该不会超过1年，他就会复发，所以果然没有超过1年。然后复发的时候呢，又已经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呢，我那个时候是非常忙的时候，1989年啊，那个是我最忙的一个阶段。我1985年闭关出来，开始办活动，然后开始到处弘法，所以常常呢都没有时间回去。那偶尔我的堂弟会传一些讯息给我，那个时候当然不是用这个，然后传这讯息给我的时候呢，就会打电话了，就是说我父亲问我有没有时间回去看看这样，然后我就尽量我在太平的时候就赶快去看他，然后。那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我刚好是办这个生活营，办生活营有2个地方，一个地方在怡保，就是我讲禅修的地方，离开太平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的路程，以前是小路更不好走，后来有这个高速公路就比较快一点，然后我有在太平的时候就尽量去看他，然后那一段时间呢，刚好我应该是办一个生活营还是禅修，应该生活营。办完了以后，同学们约好要上太平山，但是呢，我那天很累，很累，所以我就想说，你们上去吧，我就不上去了。结果我的同学那些学生不知道有没有上去，我好像是从住宿的地方下来，我们住宿的地方在2楼去过太平佛教会的人大概知道，走下来，我的弟媳妇就跑过来了，她就说：“爸爸不行了。”如果我那个时候那一天跟他们上太平山，哇，
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就那时候就有一种，我也不知道，就是反正我就没有想要上去，然后一讲不行，马上就过去了，看到我父亲呢就已经躺在这个床上。我说他躺在床上，他也只躺几天而已，因为在这个之前呢，他几乎都是坐住，那么人很瘦，脸黄了，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这个肝还是什么哪一个脏的问题，皮肤会发黄，眼睛也有点黄黄，那就是他的器官已经开始不行了，然后吃东西也不太吃得下，因为食管的。那么更早我在跟他互动的过程，我只是见过他几次，就有时间去跟他谈几次，然后看到比较后面的那个阶段的时候，我就想说，不然我们找这个护士跟他打这个营养针，就是吊这个，因为他吃不下了嘛，吃不下身体就很快就衰微了嘛，所以打这个针就点滴嘛，就补这个营养。那么我跟他建议我弟弟他们也准备好一些药，听说很紧急的时候打下去，他这个心脏会再复苏什么，他都说这些都不要。然后他讲了一句话，我就很放心。他说应该来的时候来，应该走的时候走。他这么一讲的时候呢，我就整个人松下来，我就知道说我不用太担心他，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好像是我说看透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境界呢，我自己本身就想说，我如果在那个阶段呢，我可能讲不出这句话。那我父亲有什么修行呢？没有修行，他只是跟我学过禅修，因为我出家的过程里面呢，对他是一个蛮大的打击，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多多少少要养家，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太幸福了，很多都是啃老，我们那个时候呢，一毕业出来工作，我们第一份薪水就马上要养家。我那个时候在当这个我们叫做临时教师的时候呢，一个月的薪水是这边的钱大概2000块，2000多，大概比较顶薪的时候是3000左右，那我那个时候呢，就等于我们那边200多块，大概是差不多快40年了吧，73年、74年，我74年出来教书，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过18岁的生日，还没有过19岁的生日，我还是18岁，就出来教书了。然后2、3个月拿了薪水，因为我们要等手续办好，然后教书，然后财政部的这个就政府的这个部门手续有时候会拖一下，2、3个月才能够拿薪水。拿了薪水就很开心，就送到家里去交给妈妈了。然后每个月拿薪水呢，一定要交给妈妈。那个时候我一个阿姨也住在那边，我的表弟来上课，我每个月拿了薪水也会交一点钱给他，因为我阿姨生活也不好，我的姨丈呢也这个就捕鱼的，大概常常捕不到鱼这种，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形容，就是人家同样一起出海，人家捕了一堆鱼回来，他就捕了几条回来。人世间的很多事情说不通这个就是福报嘛，会填补它一点点10块8块这样，在当时也蛮多了，好像有一点作用了，至少可以买几天的这个菜钱那我也只能够做到这样然后说那时候我们都在帮忙养家所以我一下子要出家的话呢，对家庭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这种经济上的一个也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啦，还是可以过，但是呢就少了这100-200块，也还算是蛮多的。所以后来有一群佛友呢，因为我要发心出家，他们也愿意说帮我，每个月呢他们就捐一点钱帮助我一下，然后就给我的家庭，可能维持了一小段时间那我也就这些事情我后来就不理了，反正我要走就走了。那我父亲我出家他比较难过的是因为在家里呢，我是
最能够跟他谈话的人。啊，我父亲受教育不多，大概小学读完1年级还是2年级吧，可能2年级都没读，但是他很好学，所以他看报纸，然后呢，就从报纸里面得到很多的知识。那这个字也写得很不错，他的硬笔字也写得不错。那我最大的另外一个遗憾呢是，后来我闭关的时候，他跟我有书信来往，那书信现在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可能因为我闭关过后，我也离开我的那个常住，啊，所以在这个搬动的过程里面，还好师父给我的信，我都留住，啊，所以现在都在我们的库里面啊。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到说，我更不可思议的是，我给师父的信，师父都收住，而且不止收住，整理到好好，比我整理还要清晰。哇，真的是很佩服师父哦，他这么忙哦。那么这个在我们来讲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他都把它处理得那么好，很不简单。那我父亲呢，我闭关的时候，偶尔他会去见我一下。可是在这个之前呢，其实他为了要能够见到我，所以我在太平佛教会的时候呢，他有空会去找我，然后呢会就跟我学打坐。我那个时候学打坐，你知道，我刚刚从师父这边学方法回去哦，要求很多，很严格啊，要求很严格，就是他们拜佛过后还要拜师父嘛，对不对？我也觉得这个规矩要照行，所以我有一点点不知道算不算业力啊。然后我父亲也是要拜啊，照规矩。然后我父亲很愿意，其实他那个时候也没有真正学佛。我学佛的话，他不是真正学佛，因为他学的是另外一个啊，在这个之前是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以前叫做自莲正宗，现在叫做创价学会。所以我也会念南无法林给 Q， 我会念日语，我就会讲这一句，就南无妙法莲华经，好厉害哦！啊，别人只会讲什么阿亚豆啊什么之类的，我竟然会念经，就只会念一个经题，好，然后因为我每天晚上几乎会陪我爸爸一起做功课，我爸爸很虔诚那个时候，然后后来我出家了以后，他也不学了，因为他跟我学佛道。不过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读佛书，或者是很认真的学，还是为了要去看这个儿子，然后呢就去学打坐。不过到他临终之前几天讲这句话，我就觉得他应该有修行了。那我就问他：“你有念佛吗？”他说有。他说他念释迦牟尼佛。念释迦牟尼佛的人，我最近拿到一个问题。念释迦牟尼佛的人要往生哪里？你们可以回答吗？成愿再来，要回到这个人间来，所以可能他已经回到